爱因斯坦曾说过，我们无法用制造问题时的同样思维水平来解决问题。曾仕强老师也指出，真正的高手不是去解决问题，而是提升思维层次，让问题自然而然地消失。大师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假设你生活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世界，存在于一张纸上。如果这张纸上出现了一个迷宫，对你来说，迷宫中的线条就是无法跨越的障碍。你只能一步步尝试寻找迷宫的出口。但是，如果你的思维提升到三维空间，就像拥有了上帝视角，从纸张之外俯视迷宫，你就能轻松看到整个迷宫的全貌。这种跳出当前问题的局限，通过改变层级、时间、视角、边界、位置和结构，重新思考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方式，就是所谓的升维思考。掌握升维思考，你就能站在更高的维度，轻松看透低维度难解的问题，实现降维打击。老子说：执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乐于耳，过客止。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理解并掌握了大道，许多人会信任他，与他合作，因为与他相处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，能实现双赢。那些智慧的人看到的世界与众不同，一旦觉醒，用高纬度的认知生活，生活就充满了禅意和快乐。那么，如何做到升维思考呢？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源，调整你的作息，改变你的思考时间，能改变你的命运。早起而不是熬夜，是调整状态的最佳方式。一旦你精力充沛，早晨能做更多的事，安排更多的计划，你的心灵空间会越来越宁静。那些看起来充满底气的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有空闲，而是他们懂得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。每工作1小时，站起来休息5分钟，全神贯注的工作，拒绝一切无谓的交谈，养成午休的习惯，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充实。一次只做一件事，这是一个秘密。在高认知的世界里，事情只有一件，即使有很多事，也有先后顺序。事实上，做事的真正逻辑是越少越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站在人生的高度，用第三视角看自己，思考一个大目标，明确自己该做什么，现阶段该做什么，然后梳理出不必要的东西，放弃它们。没错，收获的根源在于放弃，只有不断的放弃，坚持你应该坚持的。如果你陷入短视，想走另一条路，那意味着你只是陷入了小我，而小我最终没有智慧，后面只会消耗自己。有太多事情在诱惑你，你要看透。随着我们不断前行，路上会有许多诱惑出现，有的是人扮演的，有的是物诱惑的，他们的出现是为了让你停下来。比如西天取经，唐僧误入小雷音，悟空也被金箍困住，好不容易逃出，又被收回。大道至简，最为平凡。真正的修行，就是在红尘中不断看透因果，反复参悟，破除执念，修出一双智慧的眼睛。学会与过去告别，真正的改变是要与陌生的、高频的、正能量的人连接，那些旧的认知和关系无法滋养你，请学会逐渐告别。一个好的方法是祝福旧的关系，无论他们如何，是否与你纠缠，你的心态要发出祝福的信号，说感谢你的陪伴，我要继续前行了。自然就能放下，新的缘分即将开始。每当你的认知提升一次，你就离涅槃更进一步。就像在山顶上，不登顶的人、半山腰的人和登峰的人看到的风景各不相同，而你一定希望登上最高点，好好欣赏。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是认知相同，能走到最后的缘分一定是灵魂上的彼此吸引。只有提升自己的认知，身边的缘分才会更加持久，而你越是无求，反而越是拥有，因为你悟到了，圆满了。觉醒后的人明白你是人生的主角，想实现什么就能实现什么，你有这个能力。他已经没有了嗔恨，因为他明白越嗔恨是给自己造业，而不是别人，越爱则越法喜，每件事都能顺利。
我们的内在决定外在，一瞬间的转念就会遇见不同的境遇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影响你、伤害你、决定你。而你是那个决定去向的人，决定做什么的人，你就是那个充满能量的人。当你真正利他，上天都会帮助你。奈瓦尔宝典说，要为这个社会提供需要，去创造，满足更多人的需求。这意味着禅法所说的利益众生，众生必将利益你。世间的规律是，你处于哪个阶段，在哪个位置，就拥有怎样的发心。当你发心要利益无量众生，并且付诸行动，你的财富会被调动起来，你自然会有力量。你不必担心一切，要相信你所做的一切，发出的每一份能量，最终都会回到你身上。接下来分享3种升维思维，让你以全新的视角看世界。第一种，层级思考。为了更方便地解决人生中的各种问题，罗伯特·迪尔茨提出了逻辑层次理论。他将我们面临的问题分为6个层次，其中环境层、行为层、能力层被称为低3层，价值观层、身份层、愿景层被称为高3层。上一层对下一层有指导作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通过例子说明这6个思维层次，让你体验层级思考的奥秘。当你在环境层遇到问题，比如对公司的工作环境不满意，如果你的思维停留在环境层，你会希望改变工作环境。但公司不是自己说了算，想要改变环境基本做不到，只能抱怨老板不关心员工，抱怨公司福利差。然而，如果你能站在第2层行为层思考，问题就能解决。环境难以改变，但自己的行为却由自己掌控。因此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，多努力学习技术，提升技术水平，就能换一份工作，找到更好的公司。如果你在行为层遇到问题，比如一直努力学习，但成绩进步不大，这时你应该把思维上升到能力层。如果停留在行为层，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行为上的努力，比如起早贪黑、加班加点。但如果上升到能力层，你会更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你应该这样想，自己现在遇到的问题，之前一定有人遇到过并解决过。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，问题就能轻松解决。如果在能力层遇到问题，比如做生意时遇到难题，有2种解决方法，一种是损失金钱保全名声，另一种是保全资金损失名声。你该选哪种方法呢？这时，你应该把思维上升到价值观层，想清楚自己的价值观是更看重赚钱还是口碑，就能做出选择。如果在价值观层遇到问题，应该思考自己的身份，思考你想成为怎样的人，想清楚身份，自然能选择合适的价值观。同样，如果在身份层遇到问题，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应该把思维上升到愿景层。想到自己的愿景，你就会清楚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总之，在逻辑6层次中，上一层对下一层有指导作用。高层次上的改变会向下辐射，带动低层次的相应改变。所以，当我们想改变较低层次时，通过改变更高一层往往更有效。第2种，时间轴思维。时间是大多数人未曾关注的维度，但事实上它极为重要，一旦引入思考，眼前的问题就会不同。著名科普作家波罗曾遇到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。他在美国做了10年的药物科研工作，但希望回国全职做儿童癌症公益。在犹豫时，他问自己，如果生命只剩最后1年，你会尝试吗？思考后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做公益。这种假设生命只剩最后1天的思维方式，让他站在时间轴的终点。原本困扰的问题突然变得清晰。乔布斯也用过这种思考方法。在一次演讲中，他说，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
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过去的33年里，我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我还愿意做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当连续好多天答案都是否时，我知道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时间轴思维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事情，包括外界的期望、荣誉、对失败的畏惧，在面对死亡时都会消散，只剩下真正重要的东西。这时我们无需再寻找答案，因为答案就在眼前。还有一句格言说，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你将有一天发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第3种视角思考法。你知道什么是上帝视角吗？当我们用手机拍摄一个4合院时，身处其中，能清楚看到大门和门把手，但无法看清全貌。然而用无人机航拍时，置身其外，虽看不到细节，却能清晰看到院子的屋顶和结构。这种航拍的视角就相当于上帝视角。有句古话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意思相近。下面分享一个航天员拥有上帝视角后思维转变的故事。一位宇航员搭乘飞船前往太空，每天从太空遥望地球。刚开始，他关心的是国家和家乡的位置，但随着在太空工作时间的增加，他被蓝色星球的整体美景深深打动。因此，他对宇宙有了全新的认知，认知边界被打破，不再看到国家间的关系，而是将整个地球视为命运共同体。回到地球后，他不再有地域偏见，成为了一位环球演讲的慈善大使，呼吁全人类保护地球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世界观的重大转变会极大地拓展我们的思维，改变我们的想法，增加我们的见识，从而让我们对同一个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思考。当我们身处事情中，很容易迷失，看不清真相。但如果你站在旁观者或对方的角度看问题，你会发现新的大陆。总之，很多问题并非无解，只是你的思维没有升级。学会升维思维，你可以站在更高的层次看待问题，实现思维上的降维打击，轻松解决问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被一隅之困所累，直到心力交瘁，却未见问题消失。这是因为我们陷入低纬度思维惯性，被具体问题迷惑，难以提升视野。以我为例，工作中遇挫折打击信心，我陷入焦虑的消极状态，整日围绕问题打转，却无从解脱。直到后来醒悟，从更高角度审视，释怀失败，重新寻找前进动力。由此明白，面对人生中的难题，常会重复相同错误，就是被具体情境禁锢，无法跳出框框思考。这让我们无法像高手那样，通过升华视角解决问题。正如曾仕强所说，真正的高手能超脱具体情境的局限，通过放眼更高远的视野，找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，然后他调整策略，解决根本性问题，让困扰自己的外在表象迎刃而解。在工作中，我们常被具体失败所累，甚至陷入消极和迷茫。而真正的高手会跳出当下束缚，审视事情本质，明白失败只是前进的必经过程，本身并不可怕。做到这一点，他就能调整心态，重新出发，最终成功。所以，高手之处在于超脱和升华，用广阔的胸怀和高远的眼光审视人生，不被一隅困扰，而是将问题置于大的语境中，洞悉本质。这就是曾仕强所说的，无需解决问题，只需提高认知高度，问题就会在高观点评下自动消失。那么，如何培养这种高认知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境界呢？
以下几点很关键。第一，主动改变视角，学会跳出当前框架，从更广阔的维度审视事物，才能深入洞察事件本质。第二，培养宽容心态，只有心胸开阔，才能不为局中之事所累，保持足够的包容力和定力，从容面对问题。第三，提升观察和洞察力，这需要我们留心生活的细节，并联系起来运用，从中提炼通用智慧，如此才能深刻理解问题本质。第四，增强忍耐和韧性，面对失败和挫折，要有足够的韧性，从容应对，在反复实践中积累阅历和定力，这是保持高认知的必要条件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做到这几点，提升观察和判断事物的高度和深度，我们也能少走弯路，更轻松解决问题，达到真正高手的境界，进入更高维度四维空间的探索。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，也会想如何进入四维空间或更高维度呢？首先，我们要了解空间是如何界定的。什么是一维空间、二维空间、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？从最简单的一维开始，一维空间就是一条直线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生活在一维空间，运动的方向只有左或右，也就是只能往前或往后移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无法感知二维空间的存在，也无法感知更高维度的存在。什么是二维空间？当我们把两条直线或多条直线放在一起，就形成一个平面，这个平面就是二维空间。我们熟悉的平面有两个轴，一个横轴，一个纵轴。我们每天生活的世界中，许多事物都是二维空间的，比如纸张、电视屏幕。我们接触到的任何有平面的东西都是二维空间。假设我们生活在二维空间，感觉会怎样呢？就像生活在动画片、电视机或平板电脑里一样。动画片里的角色只有一个二维世界。在二维空间里生活的最大特点是，我们感受不到三维空间的存在，而三维世界可以看到二维世界。现在说说我们生活的三维世界，其实很简单。我们将无数个二维空间叠加在一起，无数张纸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。我们熟知的三维空间就是这样一个立体空间，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。正方体或者四维正方体，其实是四维空间在三维空间的投影，或者说类比。很多人称它为四维立方体，其实是一种比喻。一维空间是一条线，二维空间是两条线连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平面。三维空间可以想象成两个平面连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立体空间。四维空间我们是否也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？比如说将两个立方体连接在一起。但在三维世界里，我们无法画出一个真正的四维立方体，因为找不到第四个轴让它们互相垂直。因为我们有三个轴垂直后，无法再找到第四个轴垂直。它运动起来是什么样子？就是不断变化的内外。在进入四维空间之前，先了解一下四维空间的基本特点。四维世界可以看到三维世界，但三维世界看不到四维世界。假设我们在生活的世界里有一个看不见的薄膜，这个薄膜是我们无法外窥的，我们在薄膜里看不到四维世界。但在四维世界的人可以透过薄膜看到三维世界。对于四维世界来说，三维世界的所有限制都不存在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假设我们有一个保险箱，把物体放进去，关好密码。在三维世界里的人，不打开保险箱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但在四维世界的人能清楚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生活在二维世界，前面有个盒子，放一个方框，方框里画一个苹果，外面的人永远不知道里面画的是什么，
因为你在外面无法看到内部。但三维世界的人一眼就能看到画的是什么，所以这就是高维度与低维度的区别。在四维世界里，所有物质都不存在，既没有重力，也没有原子核的核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没有原子核，所有物体都不存在，宇宙轨道也会分崩离析，地球可能会坠落到太阳上，电子会掉入原子核，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。这说明什么？就是如果要带着肉体进入四维世界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在四维世界里，没有我们熟悉的三维世界的所有东西存在，这些物质在四维世界里根本不复存在。四维是一个意识的世界，一个纯意识的世界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我、思想或灵魂。不管叫什么，它是一个非物质的存在。其实，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四维世界。你可能难以理解，明明不是三维，怎么能是四维呢？四维正方体在三维世界的类比，当它运动时，四维立方体的里外不断变化，既在里面又在外面。换句话说，四维空间既在我们三维空间里，也在三维空间外，既在上面也在下面，既在左边也在右边，无处不在。也就是说，四维相对于三维无处不在，我们三维只是四维的一个小投影，就像二维世界里的三维投影是一个方块。比如我们把一个三维立方体投影到二维世界，它变成一个平面的正方形或长方形，如果把二维平面往下投射，它变成一条线，变成一维世界。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四维世界，但又不是。什么叫既是又不是？什么叫既在里面又在外面？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，做梦。当你做梦时，你在三维世界，但意识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在梦中的世界，你不受时间和重力的限制，可以在天上飞，可以瞬间到达任何地方，见到不在世的亲人或想念的人，可以进入陌生的世界和环境。梦的感知非常强烈，感觉就像现实一样。有的人在梦中哭醒，有的人被吓醒，甚至醒来一身冷汗。这说明梦给人的感觉非常真实，就像现实中的感觉一样。是的，梦就是你的第四维度的世界，就是你回到一个纯四维的世界。我们刚才说三维世界是四维世界的一个投影或一部分。什么叫投影呢？就像你的梦一样，我们晚上做梦，那梦就是你在四维世界的投影。其实你应该反过来理解，在做梦时，你回到的那个四维世界才是醒着的你。你现在每天的生活，比如我在跟你讲话，你在吃饭、睡觉、工作赚钱、照顾家庭、生孩子，这些你可以看作是一个梦。你真正的那个梦，你晚上睡觉做梦，其实是你醒着的时候。如果你这样理解，你会明白，哦，原来你活在一个真正的四维世界。在四维世界里有个投影在三维世界，你在三维世界里生活。这只是你的一个投影，真正的你在你认为做梦的那个不存在的世界里，那个虚拟的世界，那个纯意识的世界里。你把这两个主次颠倒了，把现在的这个梦当成了真的，把真正的世界当成了梦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。我们认知到四维世界的存在，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？或者很多人不承认自己生活在梦境，认为现在的世界是真实的，梦是假的，一醒来就不存在了。你现在活生生的，吃的东西很香，工作很辛苦，可以买到喜欢的东西，可以跟别人聊天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在三维世界生活，认为每天自己在生活、工作，这些都是自己一时的决定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这些都不是你自己的决定，而是你的意识，你后面的灵魂在替你做决定。
我们有一个自我意识，或者叫自由意志。这个自我意识让你觉得是自己在做决定。这样理解，就是更高维度的内我、灵魂或四维空间的你在指挥你做事。它通过你的大脑形成自我意识，让你觉得这些决定是你做的。然后你会认可这种东西，否则你会觉得很恐怖。像被提线木偶一样被别人指挥，这是每个人都无法接受的。我们在这个认为自己在做决定的世界里生活，但实际的真相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能明白实际的真相不是这样，你就会恍然大悟。你会发现人生中很多重要的环节，你之所以这样选择那样选择，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么我们用四维世界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世界，重新思考人生，会发现几个最大的特点。第一，在四维世界你是永生的。在三维世界里，我们的肉体随着年龄增长最终会老死，老死后我们的意识会回到第四维空间，或者回到本来的家园，然后再投胎转世，进入下一个肉体，扮演下一个角色。三维世界的这些就像一出舞台剧，一出过家家，我们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可能是夫妻、丈夫、老公、男朋友，或者是老婆、妻子、女儿，各种不同的角色。但这些角色我们要扮演的淋漓尽致，这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好好体验。我们可以想象电视机的电视台，观看不同的剧，就像在体验不同的人生，但这些剧同时存在，每天都在演，你切换到哪个频道就看到哪个频道。你的人生其实也是在同时上演。我们刚才说的轮回转世，只是用三维世界能理解的方式来谈这个问题。本质上，这些频道是同时存在的，你想看哪个或体验哪个，你就调到哪个频道去，过那个频道里的生活，在那里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。第二，在四维世界时间不存在了。当你进入四维空间，三维空间里的时间概念就不存在了。时间不是一个维度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幻觉。在梦境中，你看到一些不存在的人，一些去世的人，这时时间就已经不存在了。三维世界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如此真实，因为我们三维世界生物的感知系统、神经系统通过传递，每一个细胞与下一个细胞之间的传递有时间性。这个传递本身就有时间的概念，因为一个传递到另一个本身是有时效性的，所以这是时间的概念。我们的神经系统、大脑感知系统由神经元组成。我们造出的这个肉体，在三维世界的肉体是为了感知时间的存在。当时间不存在时，你会知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一体的，你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，都在现在这一刻。现在这一刻是你能把握的最核心的一刻，这一刻既包含了过去，也包含了未来，这就是当下的力量。很多人说，那我知道了，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？对你帮助非常大，它一定会颠覆你所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。你会生活得非常轻松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是来演戏的。很多人说，那我怎么选择呢？选择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就是追随你内心最原始的冲动，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就马上去做，不要被现实生活束缚。那么从四维空间来看三维世界，我们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？它的目的和意义有两个，一个是创造，一个是体验。在创造过程中，你可以体验创造的过程，体验创造本身带来的乐趣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说，从四维世界来看，三维世界有这么多选择，我可以过不同的生活，那为什么我不能过百万富翁的生活呢？为什么不能过那种特别有钱的生活？为什么还要过这种苦逼的生活？为什么我不能选择那个呢？我想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穷人，没有绝对的富人，没有绝对的结果，只有选择，
你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就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你相信自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，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一切都在你的内心，在于你的决定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